都是美术学院，对，公立的美院。但是我进的是土伦跟马赛，我是先进土伦，因为我申请5个，然后2个录取。但是你的科系都是一样的吗？你申请的科系？他们美院这个制度没有分科系，因为你都是要公顾合进去。进去以后，他2年级才有选科，然后几乎1年级都是全部学。然后如果他有些美院是有设计方面或那个艺术方面，他2年级才有分。所以你现在有在分了吗？现在有，我们学校有设计跟艺术2个。所以你现在是？现在我是艺术，但是艺术里面它有分工作室，你可以选。然后我们学校我现在选的是那个摄影跟装置艺术。摄影跟装置艺术。对。可是那个就等于是你要自己在外面做功课，是吗？学校其实对我来说，学校就是提供一个场所，让你大家可以有机会去跟老师探讨一些东西。至于做东西的话，你怎么做，他学校没有在管你，学校提供材料，提供一些资源给你，然后做东西你自己做完，然后去跟老师讨论。然后你说你现在在那个摄影工作室跟装置的工作室做 project。对，就是你每个工作室你进去以后，你要有个 portrait， 然后你自己去做。其实那个 portrait 很自由，你可以自己想要做什么都做什么，然后其实就是你自己去创作。但是老师不会干涉太多在中间，然后主要是你把你的想法然后提出，然后老师给你意见，你可以去参考他的意见去做，然后做的过程中可以去跟他探讨，然后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在路上我抓到人就说，就我可以拍你，然后就拍他。对，那个在伦敦的那个。然后有的你还遇到那种就是对你态度很差的人。那就是这样，在伦敦，因为我那个是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伦敦的时候去的时候就感觉跟法国不一样。因为我可能在南部，法国人都比较热情。在伦敦，因为大城市，他人都比较冷漠一点。他们就问好啊，或者礼貌方面可能不会那么注意。然后我就想说，刚好第2天是圣诞节，然后想说，要不然我去跟大家说我爱你，然后表现一下你的热情。然后所以我就去街上沿路，因为那天他们圣诞节那一天没有交通工具。所以我去一个朋友家刷黑，然后我要走路过去，大概要走2个多小时，所以我就沿路出门以后跟每个人说我爱你遇到的，然后在我说的过程中拿起相机然后拍他们，就很近的距离，大概1米多的。然后你就是有一些人他比较好，你拍他没问题，然后有一些人就会生气，因为你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拍他。所以有人要揍你吗？揍是没有啦，但是有人生气了。生气，但他没有叫你怎么把底片拿出来或什么的。其实我没有管他，然后拍完就走，马上跑，就跟他。其实我就说完以后就 Merry Christmas，讲完就马上走，因为有一些人他会开心，就是你拍完他，你跟他讲，他们就不会觉得你太莫名其妙，因为圣诞节，其实外国人一般还是比较让体一点。那你后来拍出来，你洗出来，你觉得那照片，你觉得？照片，当然我就用傻瓜机拍，因为我不能用太好的相机，怕那个被砸。对，用傻瓜机那种一次性10磅买的。其实画质的话，因为街拍不太注重画质，所以还 OK， 就是有拍到一些我想要的效果，就是惊奇的那种表情啊。就是因为我有一些是晚上拍，因为我是下午出发，然后有时候到晚上它天已经黑了，我用一些闪光灯拍出来，就是有一些惊奇的表情有抓到，对，还可以。那你从你开始玩摄影到现在是多久了？1年、2年？我现在都是基本用底片拍，如果我是用底片开始的话，到现在应该有玩了1年半吧。1年半？对。可是你是从用底片拍才开始做一些 project 吧？主要是做 portrait 的话不好说，因为刚开始玩底片都是乱拍。大概有 portrait 的话，大概可能没有1年吧。没有1年，8个月左右开始就有这种概念，就要去做一个系列的 portrait 的东西。那你第一个 portrait 应该就是到现在还在做的一个 portrait， 还没有结束，还在尝试。就是拍那个人像，可能在街上去拍一些人像，因为我就是喜欢在街拍，就街道上拍。但是我同样就是在拍街拍过程中，我去观察。比如说一些店员或者一些人，我可能看到他的穿着或者各种东西我感兴趣，我可能就会去要求他们，或者是就请求他们可不可以去拍照，然后留下他们的联络方式这样，或是照片用寄的或者传给他们之后，
才会去拍一些这种。可是你的街拍也不是像是，因为我朋友的街拍是他专拍就是那种 fashion 的，就是穿得很有型的人。可是你的应该不是，你应该是觉得我的街拍就是我有个主题叫雷人模样，就是普通人的意思。我想要就是表达一种，我拍的既不是穷人，然后又不是有钱人，就是拍在我们社会，因为这个整个社会支撑社会的还是一般的人，中层的人，所以我想去表现一些中层人。主要我拍的不是一种感觉，因为我可能走过去有一个感觉，他们过来一种气息，我觉得它吸引到我去拍它，不一定说一定要很 fashion 啊或者怎么样，很奇异的一些，我可能就是一种感觉，甚至就是一种可能表情一种感觉传达给我。就是拍就是没有一定的，其实就拍的就是一种感觉。所以你拍的时候比较喜欢，因为不像有一些摄影师，他可能他喜欢拍的东西就是可能长得很怪的人啊，或者什么的。你比较喜欢就是纪实，就是真实的日常生活那种。对，我觉得可能我拍照就比较有点像日记。你的日记有点像，就是我其实有个记录嘛，就每天去哪里啊这样拍一点，就是。因为我比较懒得写了，其实照片对我来说是一个表达方式，我不一定底片，可能我用手机常常也会拍一些东西记录。但你的 project 应该都大部分都没有限区域性吧？就是你有主题，然后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拍。对，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你从第一个 project 开始，现在到你现在你说你在做移民的那个是2-3个了吗？还是4-5个？其实我的所有的 project 都没有结束，都是开始。但是至于什么时候结束我不好说，因为我之后还会做下去。其实我是可能同时在做这几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在拍人像，我还继续在拍人像，这是我来巴黎还是继续在拍。然后我那个移民的我也是在刚开始拍，就是上礼拜才开始。那所以你之前你曾经做过的主题有哪些啊？有哪些你觉得可能比较有趣的，或你可以讲讲你移民的说过，其实我的东西都是实验性的，像我之前拍过的都是背，就是同学一些学生的一些背影啊，这个。那你同学这个东西算不是很成熟的东西，因为我还在尝试，然后今年可能还是会再继续拍这个东西，就是想拍，就是表达一下。然后你说那个移民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怎么讲？因为我之前最好的朋友是外国朋友，应该是我刚开始认识，就是一个土耳其人，他对我就跟兄弟一样，这样很好。所以我就通过他，然后跟他之前常出去玩，然后跟他住过很久，然后我们一起也是礼拜啊干嘛，就对他文化有一点点了解。然后认识他一些土耳其朋友，或者是出生在法国这边土耳其裔的一些人，其实对他们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以他们土耳其人去入手，去拍我这个东西。因为我先表达很多摄影师拍过移民这个主题，那是他们那个时代，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更多问题是移民的二代。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地球村，大家可能通婚啊各种东西这很平常的事情，所以2代或3代这个问题就很多。所以我就想从这个东西探讨一些对我来说比较感兴趣，我可以探讨一些问题，我用照片去表达一些东西。那至于这个答案，我可能就是不去讲它，或者我就是把照片弄出来，别人去解答。因为我就是想说，怎么用去照片去表达一些每个文化不一样，每个民族不一样，他们在国外或者他们的第2代出生在一个其他的国家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况，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文化交流融合这些东西。那所以你就目前的话是拍移民这个主题会 focus 在你认识的就土耳其的那个族群那边，其他的族群你没有想说就是要扩展看看？目前是土耳其，因为我跟他们比较熟，然后我主要想拍的是。我以第三者去观察2个不同国家的人，因为他们土耳其人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同的国家，然后法国人也是不同国家，所以我想说2个不同国家这么交融起来会是什么情况。然后如果我是台湾人，如果我去拍一个台湾人，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觉得，我可以以一个台湾的眼光去看他们，可能我自己会把一些东西限制起来，或者我没发现。如果我是用第3个国家、第3个视野去看他们，可能更容易去发现一些他们没有发现的东西。这样可能对我来说更好的诠释。然后同样观众也是用很多观众可能会用第3个眼光去看他们，对，另外一个视角，所以就是可能更能不知道，可能更能用照片去表达吧，不止于东方元素。因为刚开始可能外国人对东方元素比较有好奇，但现在太多人去做东方元素的东西在里面。你东方元素只是
其实什么叫东方元素很难去鉴定它什么叫做东方元素，只有你把你自己文化自己的东西做在里面，也不是文化，你自己可能内心的一些东西，因为每个人的人其实都很像，但是有一些人的经历啊各种东西不一样，这种东西就是你自己的元素，你只有把你自己的元素做在作品里面展现出来，别人可以接受，你可能就成功，就展现一个真实的状态。就展现你自己在作品里面，但是你同样你做的东西要让人家有兴趣，你要有议题性的东西在里面。这几年我在法国听到我可能接触了，我比较现在开始研究摄影方面，可能就是觉得台湾现在慢慢有人就是喜欢，就开始流行底片这个东西，比较多人开始玩，包括中国那边也是现在很多新一代的摄影师，包括就是得奖的那个阿尔勒斯的发现奖的张克纯，他也是用底片去表达。现在很多摄影师都是用底片的方式去表达。其实对我来说，我玩底片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我刚开始玩数位的时候，那个时候手机功能不是很强大，画素很低，所以摄影对我来说的乐趣就是它至少还是一门有点专业的东西。我拿着单眼我可以去拍，跟一般人拍出来不一样。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手机已经可以达到一些很强的，这样照相机可以达到一些功用，就是它的画质已经相当于那个数位相机，所以就是我觉得怎么去寻找真正摄影的乐趣，不然我就用手机拍其实更方便，但是我就发现用可能底片可能更容易更容易去表现摄影对我来说的意义，因为我就用底片上面找到我的对摄影的意义，就是我自己去冲它，我自己每按一张快门，可能一种乐趣，然后也是一种我对摄影的诠释。收藏，其实我刚开始并没有收藏，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在收藏相机。我大部分买的相机都是我能用的、实用性为主的相机。那我现在怎么讲？其实我不觉得我是摄影师，我觉得我还是发烧友的那种程度在，因为我还是对器材有一定的爱好。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因为我刚开始最早是一台很烂的相机，一台东德的相机不怎么好，然后拍一段时间，可能我就会想要换相机更好。然后其实法国这边有好的，就是因为它有跳蚤市场什么相机展这些东西，你可以去里面淘一些相机，可能以比较便宜实惠的价钱去淘一台不错的相机。对啊，其实我不是我自己可能会买很好的器材，但是我其实不太建议，就是一定要买很好的器材去拍。你可以拍一拍可以用很多器材，你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的器材。你用过很多以后，你可能会挑一台顺手。其实拍照最主要还是你自己顺手，自己觉得好用为主。不一定说一定要用什么很好的器材之类。所以你120、135都在拍？对，我120主要还是120底片比较贵，而且你一卷只有12张。然后我是拍人像的话，一般都会用120。然后街拍大部分都用135，这样比较方便抓拍啊。但是那你闪光灯跟其他周边器材的东西有？闪光灯我几乎都不用，然后镜头我也只用一种。然后我现在135配的就是40的镜头，40米的镜头。然后因为那个镜头比较便宜，对，我用的相机是徕卡的相机，我有一台 M6，一台 M3。但是 M6 因为它有测光很好用， M3 的话我现在我想要就是尽量不要用去测光，然后用眼睛去观察光线，自己去尝试的去曝光。所以我是只有一个镜头现在，然后2个互用，对，互用。所以他们就是这些老相机都是镜头是都可以互用的吗？还是会只有你要买同样牌子一般都可以互用，然后看型号。因为其实我用旁轴相机大家应该玩摄影都知道，就比较好用一点街拍。但是同样对我来说，因为我近视，然后我不喜欢戴眼镜，所以我用单眼相机可能比较难对焦。然后用旁轴，它只有2个影子对在一起就可以，所以对我来说更好对焦。然后它可以用超焦距的一些方法，就是可以怎么解释？一种技巧就是可以你先调好焦，然后可以直接拍，抓距离直接拍。所以这对我来说街拍一些可能更方便一点。我几乎我的照片我都不做任何修饰，包括我可能尽量去在我扫描在电脑上之前把它灰尘除掉。如果它真的是灰尘没有除干净，它扫描进去怎么样有灰尘我也不会去管它，我尽量不用去做后置的东西，因为我不太喜欢它做后置。现在有很多人做后置的东西吗？我不反对后置，因为
看你在哪方面。你如果想要完美的去呈现一张照片，当然后置很重要，色调啊这些东西是必要的东西。但是我是就想要它照片呈现，因为对我来说为什么要拍底片？其实我不想要去后置，就想完整用光线这些曝光的这种原理去把底片呈现出来。那我做后置对我来说，就是跟我拍一张数位其实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我就尽量用底片原本的形式去展现出来。但是现在应该还蛮多人在比赛的时候会用吧？他们法国这边比赛基本上没有在管你后置。是哦。对。他们没有特别除非他可能有一些比赛会限定，但是我知道大部分比赛他没有限定的。但是洗照片是一个过程。你拍照片拍进去以后，它没有结束。之后后置没有后置其实就是洗照片。洗照片这个过程，到你提哈放大放在相纸上面，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一张照片的过程。只有你那个照片之后放出来，或你的底片洗出来，这才叫一个结束。所以这些过程中你有一个失误，你这张就毁了。对，所以你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过程。你可能洗完底片，这些都是乐趣。所以你有在洗的时候尝试怎么洗它，会有不同的感觉或效果，还是你就正常？我现在都是正常的方法洗，都是正常方法。对，因为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说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可能之前有一些会加一些什么抛具进去，有一些泡泡啊什么这些效果，但是我自己尝试一点点，我不是很特别喜欢。不过之后有可能会尝试，但是现在目前都是直接拍完直接洗。因为就很比较传统的方法就直接洗出来。但现在你这样花费是还可以，你觉得还可以接受的，就是在法国玩底片。目前还可以接受了。所以就是按照目前这样子的预算继续做。其实还好，不是拍的特别多，就是看情况，因为我不是常常出门，我出门可能就是出远门，然后旅行会拍稍微多一点。毕竟我是在马赛那个地方，我也比较熟了，拍的东西也比较多，其实就是创作没有那么多了。对，就还好其实。然后学校的话，现在黑白药水这些我可以在学校洗。然后我只要出底片钱还 OK， 但是如果离开学校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我可能会对，不知道之后可能也许会只留几台相机拿来自己拍黑白，然后自己在家里洗，其他可能就是彩色可能就停止。我目前可以说70%的时间在摄影上面，30%在那个装置吧，但是因为装置其实我是想试试看。然后摄影本来我不是很想学，但是又蛮有兴趣的。这个东西，所以就选了摄影工作室。然后装置我是刚开始研究，也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尝试。